我未婚先孕，男朋友一家自认为拿捏了我。订婚仪式上，他们未经商量，直接宣布彩礼由原来的18.8万降为1.8万。但他们没想到，我当场掀了桌子，并把订婚蛋糕摔到男友脸上。第二天，我去医院把孩子打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怀孕3个月，订婚仪式之前，陈耀才陪我去医院做了彩超。宝宝很听话，几分钟就做好了。我和陈耀拿着报告单，3个月的婴儿已经成型。我看了又看，心里一片柔软。这是我的宝宝啊，是这个世界上与我骨肉相连的羁绊。那时候，陈耀激动地抱着我说，以后一定会好好对我，绝不让我受一点委屈。我感动地点头说好。但我没想到，他们一家早已在得知我怀孕的时候就起了歪心思，想用怀孕的女人不值钱拿捏我，不经商量就把彩礼降到原来的1/10。但我岂是这么好惹的？掀翻订婚仪式的当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。宝宝，对不起。我摸了摸肚子，眼神里闪过一起坚定。孩子是无辜的，但我不愿再让他来到这个世上，即使我曾经如此期待他的降生。还没结婚，陈耀一家就敢这么不把我当回事，更何况婚后。我不是有情饮水饱的恋爱脑，爱一个人时我全情付出，但当我看清一个人，我会冷静不带一丝感情地做出最理智的决定。心软就是白白委屈自己一辈子，下了决定就不拖泥带水。父母为我联系了最好的妇产科医生，把孩子打掉后，我精心休养了1个月。期间，陈耀多次跑到我家门口想见我一面，我一概不理。见不到我，他一连发了几百条消息：小宁，你在家吗？我在家门口等你呢，你见我一面好不好？你怀着宝宝，怎么这么大气性呢？生气对宝宝不好，对你的身体也不好。你要是气出个好歹来，我会心疼死的。对不起，我知道彩礼这事是我爸妈过分了，但我家情况你知道的，他们也是心疼我太辛苦。我发誓我不知道这事儿，你见见我，咱们再好好商量行吗？看着这些消息，我简直被气笑了。订婚仪式当天，陈耀父母宣布改彩礼的时候，我第一时间转头看向他。他脸上没有惊讶，眼底闪过一丝心虚，左手无意识地捏着上衣下摆。他追我3年，我们谈恋爱又3年，他每一个小动作，每一个表情，我都知道是什么意思。这分明就是他默许的，现在还敢来骗我说不知情。我心里酸涩，难过的吸了吸鼻子，毕竟这个男人我是真心爱过的。谈恋爱的这3年，每一天我都过得甜蜜又幸福，我从没想过我们之间会是这样的结果。手机上啪嗒滴下几滴水渍，抬手才发现早已泪流满面。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，幸好还没结婚，老天爷是在帮我。串了渣男和他老奸巨猾的家人，我的幸福还在后头呢。胡乱擦了下眼泪，我动动手指，一字一句地回了条消息：滚，别恶心我。这1个月我静心休养。1个月后，我带着一众堂哥表弟们来到陈耀的住处。陈耀家是农村的，父母一直在农村居住，最近要商量结婚的事，才来了这边。见到我，他以为是经过1个月，我终于气消了，想通了。他满面笑容地走过来，眼角眉梢是压不下去的喜意，双手抬起，激动地要来抱我。小宁，你终于肯见我了，你不知道这1个月我有多煎熬。他的声音里带着委屈，仿佛我这1个月不理他是多么让他伤心的事。
陈耀爸妈站在一旁，眼睛都不正眼看人，鼻孔要翘到天上去，嘴里依然刻薄。这1个月脾气也耍够了吧？耍够了就好好等着结婚，别再整些幺蛾子。你都怀孕了，不是个小姑娘了，怀孕的女人不值钱。我们家愿意给彩礼就不错了，你去打听打听，不给的多的是。等你和我儿子结婚了，你就是我们老陈家的人，彩礼还不是要带到老陈家？矫情什么？妈，你闭嘴！陈耀变了脸色，不赞同地看了他妈一眼，焦急地看向我表忠心。小宁，你别听我妈乱说，彩礼还按照原来定好的数，之前是他们一时糊涂，我已经说过他们了。他们就是说气话，你别放在心上，相信我好不好？陈耀妈妈脸色难看，但也没再反驳。我死死地盯着陈耀，扯了扯嘴角。这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的，演给谁看？我不是3岁小孩，真当我那么好糊弄？没有理会他们的表演，我直接把一个盒子扔到陈耀怀里，里面是1块布和几张纸，布上浸满了我肚子里宝宝的血，纸是我打胎的住院记录。我拜托熟识的医生帮我看了下性别，纸上明明白白的写着男孩。见到这些，陈耀父母瞬间就崩溃了，他们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嚎啕大哭。我可怜的孙子啊，还没出生就被这个恶毒的女人给杀了呀！我陈家这一辈第1个香火哦，我怎么有脸去见列祖列宗啊？儿子，你好好看看，这就是你选的毒妇，你天天宠着他顺着他，他不跟你商量就把孩子打了，心里面哪有一点你？陈耀双眼通红，不可置信地看向我，面上满是震惊和失望。小宁，你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敢？我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，笑到眼前都起了雾气。不要这个孩子，我又何尝不心痛？但我不可能因为一时的心痛委屈我的一生，就算我生下了他，心里带着怨气，这个孩子也不会幸福。既然如此，不如从一开始便不要来。陈耀父母捧着那块沾了血的布，恶狠狠地看着我，眼里的愤恨有如实质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冲上来掐住我的脖子。堂哥们见状，瞬间把我护在身后，5、6个身高1.8米几的壮汉，把我围得严严实实，不给他们一丝可乘之机。我心里划过一丝暖流。来之前我就和他们说了，不要轻举妄动，一切听我指挥，否则在陈耀父母开口骂我的一瞬间，堂哥们就会让他们一家知道拳头的厉害。收拾下心情，我冷静开口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像你们这种嘴里没有一句实话出尔反尔的傻家庭，孩子生下来也是受罪。我家庭条件不知道比你们好多少倍，彩礼一时拿不出来完全可以商量。我爸妈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，但你们呢？还没结婚就这样作践我。我在家里20多年也是被宠着长大的，要什么有什么。现在我也是明白了，有福之人不进无福之家。记住，是你们的自私害死了宝宝，你们怪不了任何人。说罢，我也不管他们什么反应，一抬手，哥哥们上！一声令下，堂哥们都冲进了陈耀家里，开始能搬的搬，不能搬的砸。这个房子里小到桌椅，大到冰箱等电器，全是我最新购置的。那是3个月前，我们刚得知怀孕的消息。陈耀兴奋地抱着我转了好几圈，立刻给他父母打电话，让他们从老家过来商量结婚的事。从前他就宠我，如今眼里对我的爱更是要溢出来了，对待我更加小心翼翼。吃完晚饭后，就让我回房间休息。我在卧室里躺着刷手机，等了很久都不见陈耀回房间。收拾碗筷、打扫卫生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吧？
心里揣着疑惑，我打开门走出去，却看到陈耀一个人站在阳台抽烟，烟雾缭绕，模糊了他的背影。一旁已经扔了好几个烟头，整个人好像颓丧的悲伤紧紧包裹着。我心口猛地一跳，好像被扎了一样疼。老公，怎么了？我心疼地过去抱住他。听到我的声音，陈耀一惊，赶紧把烟灭了，搂着我回了客厅。宝宝，怎么跑出来了？烟味熏着你了吧？快回房间，我去洗澡换身衣服。陈耀声音里是满满的关心与不赞同。我止住脚步，转身捧住他的脸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不能跟我讲讲吗？陈耀眼里划过一丝隐忍，似是心里有天大的委屈，眼尾泛红。没事宝宝，就是觉得我很没用。我惊诧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宝宝，你这么好，我们马上要结婚了。我每天都有拼命工作，目前却还没有能力给你更好的生活。这房子里的东西都是便宜货，我爸妈来了肯定也会怪我，怪我没照顾好你。我松了口气，原来是因为这个，不是什么大事儿。看着他发红的眼眶，我心疼的亲亲抱抱哄了好一会儿。第二天就找人把家里的东西都换了一遍，全是高档货。想到这儿，我恨不得回去狠狠把自己摔个倒栽葱，把脑子里的水都摔出来。想必那个时候，陈耀和他父母都已经觉得我怀孕了，就注定是他们家的人了，可以任他们拿捏。陈耀伪装出来的脆弱，也不过是为了让我把他家整个翻新一遍，哄着我花钱罢了。可恨我竟然没有看出这么拙劣的演技。堂哥们力气大，动作也很快，房子里很快一片狼藉。陈耀父母到处阻止，可双拳难敌四手，根本是无济于事。别搬了，别砸了呀！你们这群强盗，这是干什么呀？陈耀霸气的全身发抖。你们这是犯罪！报警！耀儿快报警！必须把他们抓起来，无法无天了！快来人啊！城里人这么厉害，看不起我们乡下来的，不给我们留活路啊！我死了算了！陈耀妈妈哭着大喊，做事就要往墙上撞去。妈！陈耀堪堪拦住，把他妈紧紧抱在怀里，双目赤红地看向我。许佳宁，你非要把我爸妈逼死吗？就算彩礼这事是我妈错了，但他们把我养这么大，辛辛苦苦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我们迟早是一家人，你为什么不能稍微体谅一下？许佳宁，你真的对我有过一点爱吗？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邻居们早就暗戳戳地看热闹了。大多数人都是在自家阳台窗边伸个脑袋往这边看，有些胆子大爱凑热闹的，此时已经站在了陈耀家门口。爱，我笑了笑，你陈耀也配说这个字？既然今天邻居都在我环顾四周，那我们就说清楚。你是追了我3年，可那3年里我从没有吊着你，一直明确拒绝，礼物我也从没收过。谈恋爱后，你进公司是我托的关系，你买房是我找的熟人，你的车有我一份资助，你父母看病我找的医生，我自认为对你仁至义尽。可你们陈家呢？当初说彩礼时，你们一口答应，就因为我怀孕，直接不商量把彩礼砍掉10几万。你们把我当什么了？我喂流浪狗，他还知道朝我摇尾巴，掏心掏肺对你们好，结果你们当我是冤大头是吧？随着我的话一句句说出，邻居们脸上的神色越来越鄙夷，甚至有人对着陈耀呸了几声。这不是典型的凤凰男吗？邻居们家里也有不少有女儿的，当即叮嘱自己女儿以后可得擦亮眼睛，别遇上这样的白眼狼。面对这些指指点点，陈耀面色通红，他感到自己的自尊被人丢在地上践踏。小宁，
原来你在心里计较的这么清楚。我说过这些钱我会还给你的，你打心底里还是看不起我，对不对？听听这话，真好笑。直到现在，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家这件事做得多么离谱，竟然还想把责任往我身上推。我感到心力交瘁，向堂哥们摆了摆手，不想再理。滚开！大堂哥抬肘把陈耀对到了地上，目含鄙夷，弱鸡一个，也敢配我妹妹？早都看不惯你了。陈耀坐在地上，满身狼狈，目光阴毒又不甘。许佳宁，你今天不给我爸妈道歉，那我们从今往后就没任何关系了。我翻了个白眼，一字一句道：求之不得。好，好，我爸妈说的果然没错，你许佳宁这种势利眼根本就配不上我。我告诉你，我陈耀有的是人喜欢。是吗？我轻蔑地挑了下眉，转身离开。那看来世界上还真有人有捡垃圾的癖好。你，陈母气得全身颤抖，双眼一翻晕过去了。身后又是一阵骚乱。不过这些都和我没关系了。陈家并没有报警，因为我砸的搬的都是我自己出钱买的东西，收据转账记录都还在我手上。他们自知理亏。虽说报警我也不虚，但又要和他们一家人掰扯，浪费我宝贵的时间。我父母家人都怕这事影响我的心情，每天便招法而地哄我开心。闺蜜们礼物一堆一堆的送，助我脱离苦海。我乐得轻松。直到1周后，陈耀突然带着陈母来找我。我不愿见，但他们死活不走，就站在我家门口，仿佛要当门神。我烦不胜烦，最终还是让他们进了门。看看他们还能整出什么幺蛾子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我闲适地坐在沙发上。陈耀皱眉，似是对我的态度有些不满。小宁，你就是这么对长辈的？不能让妈坐下说话吗？不能。我放下茶杯，有话就说，不说滚。出乎意料，陈母听到我这么不客气的话，竟然没有发疯。她冲陈耀摆了摆手，拘谨地把礼物盒奉到我面前，脸上带着不自然的讨好。小宁，妈错了，你能不能原谅妈？你是谁吗？我放下茶杯，我可没有你这样穷酸刻薄的妈，别乱攀关系。小宁，你别这么说。陈耀看起来有些委屈，我和妈是真心来道歉的。哦，那我不接受。听了这话，陈耀妈忙把礼物塞进我怀里，讨好道：不接受是对的，毕竟我们犯了这么大的错，哪能奢望你轻易原谅？但我和耀儿是真心的，我们会证明给你看。说罢，便拉着陈耀要走，仿佛今天真的是单纯来道歉的。我有些疑惑，这是还舍不得我的钱，又在表演什么？我留了个心眼，趁他们走后偷偷跟了上去。我不远不近地跟在陈耀母子身后，直到快要拐进他们回家的巷子。许是回到熟悉的环境，觉得安全了，周围又没有人，他们逐渐交谈起来。耀儿，这样真能骗回那个贱蹄子吗？放心吧妈，我还不了解他，别看他现在做得很绝，其实最心软。我不信这么几天他对我就一点爱也没有了，我们再伏低做小几次，他100%会回头的。那就好。陈母舒了口气，他家毕竟有点钱，又只有这一个闺女，到时候结了婚就都是你的。林氏集团的大小姐那可是真正的豪门，虽说你们也谈了一段时间了，但身价高一点，你更好拿捏她。妈，你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你心里有数就好。许佳宁一个暴发户，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大小姐了。暴发户，我有点诧异，陈耀一家就是这么想我的。虽说我确实还没告诉他是顶级豪门许家的许，就是我这个许，但我的气质也不像暴发户吧。
不过我爸是个光头，膀大腰圆，整日穿个背心，戴着大金链子，倒是确实有暴发户的气质。想通之后，我满头黑线。该说不说，还真得感谢我爸，要不是他的形象让你陈耀一家想差了，恐怕他们还不会这么早暴露出真面目。到时候结婚生了孩子，处理起来更加麻烦。想到陈耀在向我示爱的时候，同时和另一个女人亲热甜蜜，我不禁打了个寒战，抑制不住地从心底涌上一股反胃。林氏集团的大小姐吗？有点印象。我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陈耀日日在手机上祈求我的原谅，不管我拉黑多少手机号，他总能换新的继续发。玫瑰花也是不停地往我工作场所送，惹得公司里的人都羡慕我找到一个这么爱我的人。我勾唇笑的狡黠，转手就把花扔进了垃圾桶。持续一段时间后，因为我一直吊着陈耀，不拒绝但也不说原谅，他似乎耐心告罄，已经好几天没来找我。一天下午，我闲来无事穿了个拖鞋去吃路边摊，一辆奔驰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和嘈杂的街角格格不入。车门打开，陈耀一身高定西服，皮鞋锃亮，头发上不知喷了多少发胶，像被牛舔过一样贴在头皮上，看得我差点触发潮人恐惧症。这么会打扮，不要命了？林小姐白色礼服，楚楚动人地依偎在陈耀身边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陈耀，仿佛他的世界只有他一人。周围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们，但他们仿佛浑然不知。看到我，陈耀满脸不屑：“这不是许小姐吗？怎么，你现在沦落到只能吃路边摊了？哪里来的神经病？”我看了看手里的烤串，没理他。怎么，不敢看我？陈耀一脚踹翻了我放东西的桌子。后悔了吧，许佳宁？我早说过，我陈耀多的是人喜欢。哦，那恭喜了。我心疼地看着地上散落一地的美食，敷衍回答：“哎，都不能吃了，赔钱吧，一共79.2，微信还是支付宝。”琳琳说的果然没错。陈耀脸上闪过扭曲的快意，心情瞬间舒畅起来。像你家这样的暴发户，林氏集团想捏死就捏死，怎么样？破产的滋味不好受吧？林小姐站在一旁，此刻终于找到了插话的机会，她声音娇滴滴的：“耀哥哥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前女友吗？看起来果然没心没肺，冷情刻薄的，不像我，心里全都是耀哥哥。”陈耀温柔地看着林小姐，抬手一指，笑着开口：“他哪能和你比？他这辈子也就只能和这些废物一样在路边吃垃圾了。”我别的就算了，但路边摊分明是人间美味，凭什么说是垃圾？我不服，真是山猪吃不来细糠。我正准备破口大骂，不经意间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转头，顿时倒抽一口凉气。那边围着一大群乐呵呵看热闹的人，有的甚至不足1米，其中有不少人我都认识。那个穿老头背心的，他家在市中心有5栋楼在收租。那个挺着大肚子脚踩拖鞋的，是3家上市公司的大老板。那个端着一碗炒饭吃得正香的，总之个个身份不简单。也是，这里可是城中村，富豪们的聚集地，但不是我们圈子里的人自然不清楚。再加上大家都穿得这么朴素，陈耀不知道也正常。我在心里默默为他竖个大拇指，不愧是你，一句话得罪整个市的大富豪。这可不尽是房子的事儿，有这么多房子收租，谁家背后还没点公司背景的？我心里狂笑，暗地里却很掐大腿，好不容易挤出了2滴泪，楚楚可怜地看向陈耀：“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”
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看到我终于示弱，陈耀扭曲的自卑心理终于得到了满足。他舒适地眯了眯眼，直勾勾地看着我。林小姐顿时有了危机感，往陈耀怀里一钻：“耀哥哥，你不许看他，人家要吃醋了。”陈耀终于回过神，搂过林小姐往车边走，嘴里哄人的话信手拈来。我看他干什么，恶心还来不及。不过他不知道的是，在他看不到的地方，林小姐突然回过头，对着我狡黠地眨了下眼。我嘴角抽了抽，不愧是励志拳打影地脚踢影后，整顿娱乐圈的女人，演技我甘拜下风。没错，我早已和林小姐达成了共识。林氏集团最近频频在向我家寻求合作，父亲一直在犹豫，毕竟手里的项目是个香饽饽，想拿下的人排着长队。林家只是其中并不十分出彩的一家罢了。我与林小姐在酒宴上也见过，有过几句交流。那天跟踪陈耀母子听到他们的交谈后，我当即联系了林小姐。电话中，我将陈耀一家的真面目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林小姐，并说如果不信可以来我家，我手机里有证据。林小姐是个聪明人，毫不犹豫地就相信了我。毕竟如果我真要对付她，光明正大来就好，完全不必费这些心思。舒适地窝在躺椅上，我看着手机里林小姐发来的消息：“徐姐姐，怎么样？我的演技不错吧？今天她可是把是有名的大佬都得罪了，以后就别想再是混下去了。不对，不止这事，还有这些大佬在别的市的子公司呀。”我笑了下，仿佛能想到手机对面他得意的小表情。做得很好，那个项目确定和林氏集团合作了，过几天就会提上议程。对面很快发来回应：“谢谢姐姐，但是姐姐我还是想说，就算没有这个项目，我也不会放过陈耀的，臭渣男没有好下场。”我好笑地摇了摇头，心底里相信他说的话。毕竟，别看林小姐说话娇滴滴的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是个绿茶，但其实十分嫉恶如仇。我告知她真相那天，她沉默了一会儿后，直接骂出了声，扬言要立刻找人去把陈耀打个半残。最后还是我稳住了她，毕竟只是打一顿，哪里对得起她这个人渣呢？我另有别的计划。定定神，我抬手回了消息：“我相信你，时机差不多了，明天收网吧。”“好呀，姐姐。对了，姐姐你今天超级可爱。”姐姐贴贴。第二天，陈耀西装革履、意气风发地去了林氏集团总部大楼。他神情倨傲，目中无人，径直往公司高层专用电梯的方向去。前台看着他，满头问号：“这是谁？公司新来的大佬？他怎么没听说？”一问归一问，良好的职业素养让他立马追了上去，展示出标准的露齿笑：“先生，您贵姓？”陈耀斜了他一眼：“免贵姓陈。”“陈先生，请问您是来做什么的？有预约吗？你怎么这么没眼色？看不出来我是新来的总经理吗？”陈耀语气不耐烦。“啊！”前台嘴巴张成了 O 型，“没听说呀？你怎么做事的？收拾东西回家吧，以后不用来上班了。”前台一惊，以为真是自己看漏公司通知了，正想开口为自己求饶，却见陈耀将食指按在了公司高层专属电梯的刷指纹处。滴，红色的警示灯亮起，指纹错误。怎么可能？陈耀不可置信，琳琳昨天明明说了已经把他的指纹录进去了，他还说让自己今天就来公司上班，先做总经理，等结了婚，总裁的位置就是他的了。琳琳在家为他照顾家庭，相夫教子。陈耀不信邪，
反复尝试，但都是那个结果。指纹错误，指纹错误，指纹未录入。他脸色逐渐变得难看，而前台正相反，他的心情从惶恐到惊诧，再到如今感到滑稽，嘴角都差点压不下去。他刚才检查过公司内部邮箱了，根本没有任命新总经理的通知。妈的，最烦装逼的人！我说大哥，精神病应该去精神病院，你来这发什么疯？你闭嘴！陈耀怒视着前台，语气凶狠。话音刚落，电梯门突然从内部打开了，我和林小姐相携走了出来。陈耀看见我们亲密的姿态，眼睛都要瞪出来。他冲上来抓住林小姐的手：“琳琳，你怎么跟这个贱女人在一起？”林小姐就像被什么脏东西碰了，猛地甩开了他的手：“你谁呀？嘴巴放干净点，再冒犯我姐姐，我对你不客气。”陈耀一怔，猛地看向我，我不动声色地对他笑了下，眼里是明晃晃的挑衅。陈耀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焦急地看向林小姐：“琳琳，你怎么会不认识我？我是你老公啊！是不是这个贱东西跟你说了什么？你别信他，他没安好心的。你昨天还答应我以后咱们结婚，你照顾家庭，我帮你好好经营公司的。你看我这全身上下的行头，还是你为了我今天上任特意给我置办的。”林小姐抬手给了他一巴掌：“滚呐！我怎么可能说这些？碰瓷是吧？保安，保安呢？还不把这个精神病打一顿拖出去！”公司1楼的人都在暗戳戳看热闹。闻言，人群里立刻出来几个人高马大的人，拖着陈耀就要往外走。“琳琳，琳琳，你怎么出尔反尔？”陈耀拼命挣扎，但半个身子都被拖在地上。他歇斯底里地喊着：“许佳宁，是你，是你，你这个贱女人！”堵上他的嘴，我淡淡吩咐。下一秒，世界都安静了。等我再次找到陈耀时，他被打得全身青紫，颓丧地窝在一个小巷子口。高跟鞋停留在他眼前，陈耀抬头看我，我挑眉笑了：“怎么样？这滋味好不好受啊？”“都是你。”他声音嘶哑。“是啊，都是我哦。”我在他身前蹲下，随手拍了拍他的脸，然后掏出手帕仔仔细细地擦干净，慢条斯理地开口：“那天搬走我的东西之后，我本不想多纠缠的，只怪你们又起了歪心思。与我恋爱期间出轨就算了，竟然还想吃我家的绝户。陈耀，你可真是不要脸！但你没想到吧，我不是什么暴发户，我是许氏集团的继承人。林小姐早都知道了你的真面目，这段时间她都在配合我演戏而已。你这一身行头都是假货，跟你结婚是假的，让你接手公司也是假的。怎么样，被骗的滋味好受吗？”陈耀自私贪婪又自尊心强到自卑，对付这样的人，当然要先给他希望，让他以为自己实现阶层跨越触手可及，然后再将这希望狠狠打破，把他的尊严踩在脚下嗤之以鼻。这样的报复才足够刻骨铭心。陈耀眼神空洞地看着我，美梦破碎给他带来的打击似乎太大了，一时半会反应不过来。他嘴唇嗫嚅了一下，却一句话都没说出来。我嫌弃地把刚才擦手的手帕扔在他脸上，转身欲离开。对了，我吃路边摊那天，虽然你骂我，我不介意，但当时一起在路边摊吃饭的各大公司老总们可是非常介意哦。陈耀猛地抬眼，面庞变得死气沉沉，世界似乎在他眼前迅速灰暗下去。完了，陈耀身体下滑，躺到了地上。全完了，是有名的和陈耀专业对口的公司被他得罪了个遍。
他被业内联合封杀了。像陈耀这样的人，大学上了个985，又自命不凡，进不了大公司，他不会委屈自己去小公司或者流水线工作，只好灰溜溜地回了家乡。但他不知道，在那里，我也留了份大礼给他。我把陈耀一家在女朋友怀孕后自作主张想彩礼、谈恋爱、践踏2只船、计划吃绝户的事情做成了传单，雇人在村里到处分发。现在他家乡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一家是个什么奸恶样子了。没有人愿意把女儿嫁给这样的人，那边招工的地方也嫌晦气，不愿意招他们家的人。陈父陈母只好靠着家里的几亩地养活一家3口。听说陈耀在家里什么都不做，整日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酗酒，只在吃饭的时候出来。他每天抱怨父母，觉得如果不是他们，他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。陈父陈母也觉得委屈，当初那一切陈耀要是不同意，他们哪敢自作主张。一家3口陷入看不到未来又互相埋怨的压抑生活中。不过这一切都和我没关系了。我接手了家里的公司，和林小姐成了好闺蜜，偶尔一起出去旅游。在我们的强联手下，公司业务蒸蒸日上。余生漫长，前路漫漫亦灿灿，人生海海皆是星辰。陈耀番外，天天就是这些垃圾，我怎么吃啊？桌子上是一成不变的萝卜白菜，放在一起胡乱煮熟，比那些喂猪博主煮的还不如。吃了1个多月，我忍无可忍，终于一把掀翻了桌子。爸妈瑟缩在凳子上，小心翼翼地看向我：“耀儿，家里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咱家没多少存款，现在又没活干，只剩这萝卜白菜便宜又不容易坏。”我冷笑一声：“没活不知道找活干呐！我以前吃的都是牛排鹅肝，现在你们就让我吃这？”爸妈对视一眼，犹犹豫豫回答：“以前佳宁时不时给我们钱，你又有佳宁帮忙找的好工作，现在我们……儿子啊，实在不行你先找个小公司干，挣个2、3千块钱也好啊。”我一愣，不可置信地看着爸妈：“你们在说什么？我一个985毕业的，怎么能去干那种下等活？你们还有脸说佳宁？要不是你们想出的馊主意，佳宁哪能跟我分手？有你们这样拖后腿的爸妈，我陈耀到了8辈子没了。”我忍不住双眼通红。父亲听到这话也生了恼火：“这能只怪我和你妈吗？当时点头的还不是你？你看你现在还有个人样吗？”他从地上捡起一只碗砸向我：“你给我滚！”恶狠狠瞪了他一眼，我转身走出家门。我大学就认识了许佳宁，她是论坛里公认的高冷校花，肤白貌美，气质如兰，听说家里也有钱，活脱脱的人间富贵花。学校里的许多男生都奉她为女神，我也不例外。我追了整整3年，她才终于被我的坚持打动。她答应我的那天，我记得我高兴地在寝室里上蹿下跳，出门去接她吃晚饭的时候，脑子都晕乎乎的，还不慎撞到了树上，额头上鼓起一个大包，被她笑了许久。谈恋爱后，我才发现许佳宁也是一个小女生，她会撒娇，会使小性子，会需要我哄，但她也会为我做面子。有外人在的场合，她允许我说1不2，我苦恼的问题她全都为我安排妥当。父母那边也总是时不时关心看望。我们本该幸福又甜蜜地过完一生，但我却开始不识好歹起来。可能是安稳的日子过久了，在这段感情里，我开始有理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结识了林氏集团的林小姐，她是与许佳宁完全不同的类型。她热情奔放，眉梢眼角都是勾人的魅意，很会说些甜言蜜语。
我骗他自己是单身，很快我们俩搅和在了一起。但我不想和小宁分开的，只是想再放纵一段时间。我最终的妻子只会是小宁。只是小宁怀孕了，她一直在催我结婚，次数多了以后，我忍不住生了些怨气。所以在父母提出想彩礼的时候，我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。我牺牲那么多和他早早结婚，彩礼降一点又能怎样？但我没想到平时对我温柔细致的人，对于这件事是如此决绝。小宁直接打掉了孩子，甚至把血送到了我家，对我的祈求毫不在意，任由他人把我的尊严踩在脚下践踏。我恨他这样绝情，我决定报复他。到了他不得不攀附我生活之时，他才会明白我的痛苦。但我没想到，小宁竟然联系上了林小姐，合伙给我做了个局。是了，许氏集团的大小街，什么人不认识呢？我被骗得身败名裂。原来这就是被欺骗的滋味。离开家后，我浑浑噩噩地来到许氏集团楼下，胡子拉碴，脚上踩了双拖鞋，衣服已经半个月没换。正是下班时间，陆陆续续有人从公司出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眼前出现一抹熟悉的身影。我忍不住走上前：“许佳宁，我错了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求你了。”我声音哽咽：“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从没有一刻比现在更加悔恨，从没有一刻比现在更想求得他的原谅。”许佳宁停住脚步，他上下打量我一番，笑着同旁边的人说话：“你看那个人，好像条狗啊。”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